要用钢铁战胜钢铁，在大部分人眼中，这似乎都是条常识一样的金科玉律。面对钢铁打造的武器，只有同样用钢铁打造的盔甲才能有效的防御。但历史上总有人喜欢对自以为是说不，尝试用其他材料制作防具的工匠数不胜数，这其中也有不少成功的例子。抛开那些半裸上身脸接伤害的猛男不提，这其中现代人听起来最匪夷所思的，恐怕就是中国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指甲了。今天就让我们看看，当纸张走上战场时，到底性能如何吧。说起纸糊的铠甲，可能很多人想到的是无家可归的街友用破纸箱糊起来的可怜盔甲。虽然听起来穷酸味十足，不过历史上真正的指甲其实远没有我们想象的便宜。南宋嘉定12年，中央枢密院收到了一封来自泉州的公文，寄件人的名字很有个性，他是泉州知州甄德秀。此人上书理由很简单，泉州海寇流窜十分严重，以至于来此地贸易的外国货船数量锐减到只剩3-4艘，所以他提出整顿加强海防。但是他在公文里的要求让很多人现代人看了感觉匪夷所思。他在信中写道：所有本寨军器都稍足备，但水军所需者指甲，今本寨乃有铁甲100副，今当存留其半，而以50副就本军换一指甲。宋代受到铁矿资源、冶铁技术和军费等因素的限制，铁甲在军备供给中是十分紧俏的。结果这位非但不用铁甲，还要用指甲去替换，好像真的有点秀。在现代人眼中，铁甲100%是优于纸糊铠甲的，这是个明摆着的赔本买卖不说，喜欢阴谋论的人搞不好还能从中提炼出一个地方官员以次充好，将士在前线穿着纸质铠甲玩命的说法出来。虽然现代人嘲讽什么东西防御薄弱时，喜欢说纸糊一样的防御力，不过当时的人们并没有这么想。指甲制尺在南北朝时期已经用于军事了，此后一直绵延到清代，从未灭绝，而且一直是史书记载的常客。不过蔡伦在改进造纸术时，恐怕没想过拿纸制作盔甲武装士兵。如果让他看了后世的纸质盔甲，恐怕会觉得这技术不收钱就给你们，真是亏大了。从清乾隆年间刊印的一本书中可知，在制作指甲时会先将纸锤轮叠成3寸厚，每方寸钉4个钉子，最后裁制成甲，如经水浸湿再阴干，同使难透。这种制作方法其实跟我们以前提过的布面甲比较类似，纸在浸水后晾干会变得梆硬，这点想必各位在小时候把饮料洒在作业上时都深有体会。所以虽说指甲乍一看好像有什么上古黑科技，但是背后的原理其实非常简单。虽然在性能上做不到全面碾压铁甲，但是指甲胜在一个轻盈、低成本以及便于制造，对于弓箭和劈砍的防御力也不差。而且这种铠甲的主要应用地多是南方战船上的水兵，就像上面提到的那封公文所说，在战船上指甲的使用体验要胜过沉重的铁甲。指甲主要护住上半身和膝盖以上的下半身，考虑到南方多沼泽水田，这个长度也就是因地制宜的结果了。如果说到此为止，指甲还只能算性能过关的铁甲选用替代品的话，那等到明清时期，一代版本一代神，属于指甲的好时代它来了。而这波版本大更新的原因，细说起来也挺魔幻，竟然是因为天气原因。简单的来说，明清时期地球迎来了一次小冰期，因为横跨明清两朝，这次大变天也被称为明清小冰期。不过天气原因跟武器装备有啥关系？很简单，那是因为进入小冰期后，气温骤降对农业社会带来巨大打击，最后变成了战争爆发的导火索。这就是为什么明代中叶北方少数民族频繁入侵，尤其与鞑靼之间更是爆发了多起战争，其中就有土木堡之变。而1640到1700年是这次小冰期中最冷的时期，这与清军南下入关建立政权的时间也是一致的。战争带来的还有军备竞赛，冷兵器时期军备竞赛的尽头就是让热兵器开始出现在战场上。所以单是天气冷还好说，天冷到兵器热起来，麻烦就大了。热兵器加入战场，直接对战场环境来了个大洗牌。名人毛元仪在《武备志》中就提到，
因为天雨地湿，铁甲易生金速烂，再加上火器有效地兑现了轻甲一张纸，重甲只对折这个说法，和西方板甲被火枪干退环境一样，东方传统的铁甲在铅弹面前也优势全无。好了，这下天时地利人和占全了，于是人们拿出了指甲。此时的指甲用纸和丝帛混合，并且厚达1寸，以此来增加对飞石火枪。当战场的需求进一步增加，以至于指甲都遭不住的时候，例如在北方的边军，保暖和防锈是盔甲的2大硬性要求，人们以和指甲差不多的制作工艺替换材料，棉甲便诞生了。其实抛开这些性能上的优势，指甲棉甲流行的另一个重要原因，那就是经济实惠。此时的纸张已经不像当年改良造纸术时那样金贵，而晚明的很多问题归根结底都是穷，养活军队的开销越来越大，朝廷官员贪得越来越多，用有限的军费武装每一个士兵也是一项需要好好考虑的问题。传统甲胄制作工艺繁琐，用皮条编缀，要在甲片上凿出许多小孔用于穿条，大小甲片层层叠加，不光用料多出不少，人工也是费时费力，整套甲胄耗费惊人。而指甲、棉甲与之相比，防护力当然是大有不如，最大的优势就是便宜。甲片硕大，节省了铁料，又不要凿孔穿条，节省了人工，在适当牺牲防护力以后，用最经济最实惠的方式换取最高的性价比，这才是这些铠甲流行的最大原因。实际上，这些便宜的甲主要还是给普通士兵穿着，至于高级军官必须提供最高防护级别，很多穿着的还是铁甲。比如平凡得胜途中，普通士兵大多数穿的是布面甲，其中的明军将领有穿山纹甲，有穿罩甲、锁子甲。不过不管怎么说，一副指甲套在身上，还是多少让人有点缺乏安全感。如果穿越回去，你愿意在身上套一副纸质铠甲吗？揭开历史面纱，探寻神秘冷兵器。本期的分享到了这里就结束了。喜欢冷兵器的朋友可以点个关注，下期和您分享更精彩的内容。我们下期内容再见。